猛地睁开眼，严北征，他明明亲手将自己捅死了，怎么还能见到严北征呢？莫非他竟是追他追到了地狱来？很好，还记得本王的名字。身为本王的女人，竟想和别的男人私奔，你好大的胆子！重活一次，他回到了8年前，被严北征关在摄政王府的前1年。此时此刻，前世对父母亲人的愧疚，对严北征和孩子的悔，裹挟着滔天的恨，让盛景书猛地攥紧了拳头。严子夜、盛蝶衣、周水碧、南玄卫，你们等着，我一定会让你们血债血偿。你想让本王血债血偿？那本王倒是要好好的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盛锦书，你是觉得本王对你太好了吗？那么喜欢往外跑，这双腿就不要了吧。盛景书来不及从他的误会里多想，就陷入到前世自己双腿被严子夜亲手斩断的恐慌之中，骨头断裂的痛苦，生不如死的煎熬，仿佛从前世蔓延到了今生。他忽然起身，紧紧地抱住了严北征。不要砍断我的腿！不想本王砍你的腿，就给本王安分一些。刚刚还笼罩在嗜血疯狂里的男人，在盛景书抱上他的时候，就已经松开了他的脖子。这会儿迟疑一下之后，反抱住了他。再有下一次，本王就……他说下一次，那这一次就是放过他了。他这是对他妥协了。为什么妥协？是因为他并没有像上一世那样，在他毁了他清白之后，就满眼怨恨的想要杀了他，还是因为他抱住了他呢？摄政王，我知道你因为我去找严子夜而动了怒，但我去找严子夜时，你果然是想和严子夜私奔。男人刚刚缓和的脸色再一次布满了令人恐惧的杀气。就在这时，忽然有个女子爬上了马车，咚的一声跪在了帘外的踏板上。摄政王，求您饶了锦书妹妹。锦书妹妹从小就爱慕二皇子殿下，为了能和二皇子殿下在一起，她可以不顾一切，这是整个京都都晓得的事情啊。这是周水碧的声音，她来得这么快，是早就等在附近，只等着严北征抓我之后就跳出来演戏。这是想趁机给我下刀子，让严北征嫌恶，更残忍的对待我。可笑他前世没有看懂，还感谢周水碧冒着被严北征迁怒的风险出来帮他说话，更在事后一次一次给周水碧当了垫脚石，将周水碧从一个小官家的庶女捧成了京城里最有身价的贵女。砰的一声，一掌将周水碧拍下了马车。水碧，你还好吧？他当然不是真的关心周水碧，而是要利用她来演一场戏，用来平息严北征那儿的怒火。锦书妹妹，真是对不起，我没能帮你和二皇子殿下在一起。盛景书忽然将自己手缩了回去。不，水碧，你不要这样说。扑通一声，周水碧再一次摔下去，趴在盛景书脚边，疼得嘴角直咧咧。他这才发现，盛景书竟是裹着严北征的外袍下的马车。一时间，周水碧眼里的嫉妒几乎是要将他的理智淹没。该死的盛景书，不过就是个又蠢又粗鄙的商户女，凭什么得了摄政王的偏爱？她一向冲动，又被我骗得死死的，从前就穿着锦衣追过严子夜，这回为什么没有当众出丑啊？锦书妹妹，如果我再安排的周密一些，这会儿你已经见到二皇子殿下了。前世他蠢，以为周水碧对他的好是真心的。见周水碧被严北征拍伤，穿着一身破碎的衣裙就出了马车，被围观的众人看了去，就此沦为婚前与人苟合、声名狼藉的荡妇。而这周围几十号的观众却都是周水碧花了钱请过来的。这一世他刻意裹得严严实实的才出来，周水碧竟还想将这外袍扯下来。水碧，你别说了，都是我连累了你。盛锦书捏紧了藏在衣袍之中的手，将心头对周水碧的恨强压下来。自从知道二皇子欺骗我，与我那表妹一起合谋算计我、利用我就恨极了他，甚至是一时冲动想去杀了他。可他到底是皇家贵子，杀他是死罪，你却还肯帮我，我真的很感谢你。你说什么？这贱丫头在说什么呢？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懂啊？本王的锦儿敢杀皇子啊？摄政王，臣女年纪小，不懂男女之情的时候，是二皇子亲自到府中来给臣女送礼物，口口声声说爱慕臣女，要娶臣女为妻，臣女信以为真，视他为未来夫君，与他订婚，对他言听计从，百依百顺。后来他开始疏远臣女，臣女还以为
是陈女对他不够好，为了他的欢心做了很多蠢事。可直到陈女发现他与陈女家中表妹纠缠在一起，才知道他自始至终都是在骗陈女，多年真心为了狗，陈女意难平，这才求了七小姐帮陈女去见二皇子，想趁机杀了他。陈女知罪，将凶器交出来，求皇叔看在陈女阴谋未遂的份上，只砍了陈女的脑袋，饶过周七小姐以及陈女的家人吧。脏尾部分被磨得很尖锐，倒也是勉强能称得上是个凶器。他知道严子夜和盛蝶衣的龌龊了，想去杀了严子夜。这借口找的还真是意外又大胆。盛锦书上前了。摄政王，事情不是盛锦书说的那样，他凌厉掌风打过去，一把将盛锦书拉起来，拽到了自己怀中。怀瑾小心，这簪子有毒。怀瑾是严北征的字，如今却忽然意识到怀瑾这个瑾莫非就是我？听闻摄政王原本是没有字，上战场之后才给自己取了个盛锦书的心忽然扑通扑通的跳起来，那是从来都没有过的异样感觉。而严北征一愣之后，嘴角微微往上勾起，他一弯腰便将盛锦书横抱起来，大步回了马车。今日本王与锦儿来郊外踏青时，谁敢乱嚼舌头，杀无赦。袍子不好，我不喜欢。盛锦书连忙用手撑住他的胸膛，你先别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演了一场戏，骗得本王对你心软了，就不想跟本王好了。严北征身上气息再次变得阴冷渗人。你还想逃？他看出来我是在演戏了，是他没有那么好骗。我想和皇叔好的，但皇叔也该给我时间处理好上一段感情。若是我带着对二皇子的恨与皇叔好，皇叔心里也会有所膈应。皇叔说是不是？你恨严子夜？对，我恨他，我最憎恨背叛和利用。严子夜欺骗我，背叛我，利用我，耽误了我这么多年。我不仅恨他，我还打算报复回去。不能杀了他，那就摧毁他在意的所有东西，让他生不如死。这一刻，盛锦书无可避免地想起了前世的仇怨，他没能压住自己心里滔天的悲与恨。他忽然有了一个极为大胆的计划，凭他一个人的力量，就算这一世他能未卜先知，也无法与身靠皇权的严子夜相抗衡。他要保护好自己和家人，要让那些人都付出惨痛的代价，就必然要借助外力，而严北征不就是最为强大的外力吗？摄政王，你帮我去教训严子夜好不好？严北征喉结滚动一下，声音越发的低哑。叫我怀瑾。怀瑾感觉到男人身上散发出的危险，盛锦书马上顺从了他。你再信我一回，我真的想要报复严子夜，也不会再跑了。如果你愿意，我可以一直陪在你身边，给你捶背捏腿，给你暖榻生娃。严北征的眼里迅速划过了一抹光，他忽然将身子撤回去，正襟危坐。好。他合上眼皮，将眼中的情绪全部遮掩，只吐出了这么一个字：严北征放过我了。不是要给本王暖榻生娃吗？那就赶紧的。也不知道他前世从战场上回京了没？若是回了，知道他和他们的孩子死得那么惨，有没有愤怒或是难过呢？重活一世，这个从前让他无比憎恶和害怕的男人，竟让他感受到了安心。而且他知道，他把他抱进屋子也不会对他怎样，因为很快他的侍卫常彦明就会告诉他，有重要的军务要去处理。前世自己趁着他离开，将房间砸得稀巴烂，还扯了床帐子，闹着要自缢。这一世他只想好好的睡一觉，睡醒严子夜就该来了，这是另一个局。如果他不能很好的解决，他会被严北征虐得很惨，失去自由。果然，严北征刚将他放在床榻，叶明就在门外头喊：王爷，有消息从军中来，请王爷移步书房。严北征明显有些不高兴，眼里滚着某种警告，还是转身去了。盛锦书，你出来！你竟然真的在皇叔府上！二皇子终于舍得从盛蝶衣的温柔乡里出来了。果然是因为知道了我和蝶衣的事情才……盛锦书，就算是我对不住你，违背了对你的承诺，可男女之间的感觉本就没有对错。我和蝶衣两情相悦，而你……盛锦书，你喜欢我，我也很感动。这样吧，你先和我一起离开摄政王府，我答应你，等我娶蝶衣的时候，让你给她做硬妾，一同入府伺候我。二皇子可能不知道，我有个毛病。他知道此时此刻严北征已经来了，就站在院墙的那一边听着。我这个人呢，很爱干净，别人弄脏了的东西我就不要了。盛锦书，你这是在辱骂本皇子吗？别忘了，你不过是个粗鄙的贱丫头，大字不识，文言不通，琴棋书画无一会。本皇子能让你做蝶衣的硬妾，那是你天大的福气。你这是在怨我。算了，小姑娘都喜欢耍一点小性子，本皇子再宽容你一回，
你别闹了，马上和本皇子一起离开这里。完了，主子要大开杀戒了！主子一怒扶持百万，血流千里，哪个人承受得起？医院里的那女人，她怎么可敢？是算不得是闺中的小姑娘，二皇子还能接受我吗？你这个邓！严子夜差点就骂出声来，憋得脸色铁青，才将愤怒憋下去。圣姐说，皇叔是这样的人，他性情残暴，最喜欢摧毁别人在意的东西。他毁了你的清白，是他的错。本皇子不会怪你，你回去喝一碗避子汤，莫将这件事说出去。二皇子，我以为你是个聪明人，却没想到连人话都听不懂。那我就不如将话说得更明白些。我喜欢干净的东西，但二皇子和圣蝶衣滚在一起，脏了我便不要。我给自己重新选了一个男人，这个人是二皇子的皇叔，当朝摄政王严北征，我很满意。圣姐说你疯了，你简直自甘下贱，怎么会这样？这个从前他说什么就是什么的蠢女人，怎么像是忽然开了窍似的，知道他对他不好了，还真的想和严北征在一起。二皇子说这话未免有些过分了吧？我不过是想和皇叔在一起，二皇子就说我自甘下贱。哼，原来在二皇子眼中，皇叔便是个下贱之人啊！你胡说什么？可在我眼中，皇叔雍容高贵，心怀天下。二皇子这种空有其表的男子，连皇叔的一根脚趾头都比不上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论权力，皇叔权倾朝野，二皇子却连殿下听政的资格都要皇帝给了才有。论势力，皇叔势力遍布四国天下，畅行无阻，二皇子却连京城都出不去。论样貌，皇叔有如天边皓月，二皇子却不过是蒲柳之姿。就算是论做男人，其实我知道年纪轻轻就如此不行，实在是让人担忧以后。但皇叔就不同了。圣姐说，二皇子身为我圣景书的未婚夫，还当着我的面说要娶圣蝶衣为妻，嫌恶我，背叛我，羞辱践踏我，如今还想哄骗我做侍妾。二皇子，泥人还有三分尿性，我圣景书从前眼瞎，可不代表会永远眼瞎。当然，二皇子想娶圣蝶衣也不是不可以，只是二皇子需要自己去皇上面前说明你与圣蝶衣通奸之事，退了你我之间的婚约，你就能去和你的圣蝶衣恩恩爱爱，我也能和我的皇叔天长地久。你做梦！你竟然敢这样对本皇子！蝶衣说的一点都没错，你就是个粗鄙下贱、浑身铜臭的臭丫头！你真以为你和严北征睡了一回，他就变成了你的倚仗了？他不过就是刚从边疆那种一点荤味都没有的地方回来，你身上藏个仙儿，你不会还以为你能做摄政王妃了？你也配？我配不配与二皇子无关，但我想请二皇子记住，你和圣蝶衣对我的欺辱不会就这么认了。上一世他到死都是严北征身边无名无分的女人，这一世只要能在他的庇护下报仇雪恨，他再做一世他的女人也是心甘情愿。上景书，你确定要忤逆本皇子？你确定不和本皇子一起离开摄政王府？如果不能继续控制圣景书，不如就杀了他。他死了，圣界就剩下圣蝶衣一位小姐。我只要娶了圣蝶衣，依然能够得到圣界的一切。我这辈子都不会再和二皇子一起。那你就去死！忽然一道黑影笼罩过来，耳边传来严子夜的惨叫，就看到严子夜捂着手掌，疼得在地上打滚。怀姐，救我！严子夜要杀我！没事吧？我不想死，我还想回家见爹爹和娘亲，我都好久没有见过他们了。明日一早送你回家。怀姐，你真好。离开我，他就这么高兴？正准备反悔，那你可不可以陪我一起回去？我是想让爹爹和娘亲对你印象好点，毕竟我们是要在一起的。收声！皇叔，子夜皇旨，说说你在意什么？皇叔，侄儿与您开玩笑的，侄儿对您绝对没有半分的不臣之心。我以为你嫌命长了，想让皇叔送你一程。皇叔饶命，误会，都是误会。侄儿只是想带圣景书离开。皇叔，你知道的，圣景书是侄儿的未婚妻。当然，如果皇叔喜欢她，侄儿现在就可以将她献给皇叔。你说锦儿是你的未婚妻？不是，她是皇叔您的人。严北征这才稍稍满意。滚吧！严子夜忙忍着痛爬起来，跑得比兔子还快。望着他狼狈逃走的背影，圣景书眼里满是冰冷的恨。就这么一个欺软怕硬的歹毒货色，竟让他付出了一世惨痛。再多看他一眼，本王将你的眼珠子挖出来。小景人也懂得与本王周旋了呢。不过小景人要骗本王，最好骗到本王死的那一日，否则只要他不敢在我面前袒露所有，只要他再敢对我有一丝丝的反抗或者嫌恶，只要……那人忽然笑，你在害怕本王？
王。男人的声音之中压着腥风血雨，他高兴的时候会自称我，不高兴的时候呢自称本王。他早就发现这一点了。本王还以为你变乖了，原来只是心思变重，骗人的花样。我怕疼，父母和兄长都知道我是最怕疼的了。蚂蚁咬我一口，我都可以哭半天。我怕疼。严北征身体一僵，活了这么多年，这一刻他忽然觉得自己脸皮有些发烫。这小东西知道他说这样的话有多让人热血沸腾吗？蚂蚁咬一口都能让你哭半天，那我咬了你怎么没见你哭？我哭了，我哭得可惨了，到现在嗓子都还有些痛，是你没听见。严北征第一次发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自己听不懂的话，眼里划过了一抹疑惑。他已经尽可能的将话说得明白些了，天知道他是用了2辈子加起来的厚脸皮才能将这种没羞没臊的话说出口。严北征也终于明白盛景书说的是什么，倒的确是他疏忽了。不过他的小锦儿胆子这么大，说话这么直接，他喜欢。小锦儿若是乖一点，本王可以考虑暂时放过。盛景书心中顿时大喜，这是他第一次这么明确地告诉他他会放过他的。盛景书犹豫了一下，才终于把困扰心中2世的问题问出口。怀瑾，你为什么要选择我？全京城的人都知道我出身商户，虽得皇帝恩宠，爹爹封了侯，母亲得了诰命，家中2位兄长也是谋了官差，可到底是新贵，根基不稳，也没个人瞧得上眼的。且那二皇子不是说了吗？我胸无点墨，琴棋书画都不会，粗鄙不堪，难登大雅之堂。所以你为什么会想要我？总不至于也是为了我们家的钱吧？世人眼中我连给你当丫头都不配，可你为什么偏偏就盯死了我呢？本王想要什么人，还需在意世人怎么看。本王说你配得上你就配得上，你在意那些蠢货的看法做什么？王爷或许并不在意世人的看法和议论，可我有父母亲人，我不想因为我名声不好，就连累他们被各种流言包围。怀瑾，我并非贪心，也自知没有资格管你要什么名分。可既然如今我们有了这层关系，你能不能至少对外宣布我是你的侍妾呢？我只是不想旁人骂我不知羞耻，生性放浪，骂我爹娘生女不教，祸害京都。谁敢这么骂你，本王这就去剁他。别，王爷若是不愿就算了。明明已经告诉了自己要不顾一切的讨好他，可是在这一刻心里的那些委屈还是压都压不住。他微微皱眉，不明白盛景书为什么就忽然跟他闹起了小性子。不过很快他嘴角就勾起了一抹愉悦的弧度，他跟他要名分的意思就是真的打算以后都跟他在一起了吧？叶明，你亲自去宫里一趟，找皇帝把玉牒拿过来。皇家玉牒，严家族谱，那是嫡系子弟增添人口才用得上的东西啊！难道里边的女人肚子里有了？不可能啊！就算主子再彪悍，可是刚动了盛景书，也不可能这么快就……再瞎琢磨，本王将你的脑子拧下来，还不去？是主子，叶明马上进宫。润了喉，便跟我去书房一趟。严北征正妻，合起来便是严北征正妻盛世锦书，皇家族谱。叶明通知府中暗卫，自今日开始，盛锦书便是府中的女主人，也将是我严北征此生唯一的妻。从今日起，叶子队一小队负责保护王妃，若王妃有半点损失，提头来见。玉牒之事暂且秘而不宣，待本王与王妃大婚后再行昭告天下。王妃，你有意见？不，属下不敢。首先叶明见过王妃。盛景书还处于震惊之中。严子爷那边有什么动静？二皇子回府后，召了太医进府之手，随后与自己的幕僚和娘家舅舅密谈，意图找出主子的弱点和把柄，同时派人送信给上界圣蝶衣，让圣蝶衣抓紧时间传播圣界大小姐不洁的谣言。信中内容如下：知道怎么做吗？属下已经派人将散布谣言的人全部抓了起来，盛大小姐的清誉没有任何人能损毁。是王妃？是，属下可立军令状，京都皇城没有任何人能因为王妃提前入王府而损毁王妃的清誉。不够，去让那些人去传圣蝶衣与外男有染，务必将圣蝶衣与该外男媾和的所有细节都说出来。明日午时之前，把严子业逼出来，亲口承认他做下的龌龊事。至于严子业，我亲自对付。是，王爷。圣蝶衣小姐手段颇高，一步步将姐姐的男人收入了自己的囊中。盛家两姐妹争抢二皇子，姐姐先占了个名，妹妹却得了人，谁输谁赢还未可知。才女圣蝶衣明面纯洁清高，暗里放荡不堪，勾男人的手段堪比楼房妓子。圣蝶衣果然善解疑，踩着姐姐谋上位，房中秘术36，美人有骨，当女有皮，不要脸的妹妹天下无敌。
你若再扭来扭去，本王就罢了你。君子不可食言而肥。君子，你看本王像？别忘了，你如今是本王的王妃了，本王想对你做什么都可。我说了，我不贪心的。圣姐说，你愿意也好，不愿意也好，本王都不会对你放手。你给本王记清楚，与本王有关的事情，本王许你贪心。在本王的势力范围内，杀人放火、挖坑埋人，随你喜欢。许你去欺人，莫让人欺。但本王不惜你与旁人过于亲密，乖一点，别逼着本王对你下狠手，知否？怀瑾，我从前不知你有这么好，如今想你，我感觉很好。睡吧，明日回家，莫让你爹娘觉得我欺负了小锦儿。记住你说的话，别试图逃离本王的势力范围，更不要有一丝一毫背叛本王的念头。听话一点，因为这是本王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了。是我听话。王爷，盛家来人了。谁？是盛家的大公子，皇帝的禁卫盛承义。是我大哥。上一世大哥来的更晚些，是被圣蝶衣骗过来的。圣蝶衣在大哥面前煽风点火，说他在摄政王府府中被严北征折磨得生不如死，让大哥借助名义威逼严北征放了他。于是耿直的大哥就在摄政王府门口跪下了。等严北征一出去，他就大声地控诉严北征残忍狠毒，强占良女。严北征当时很恼火，放了狠话，说如果大哥愿意自断一臂，就可以考虑放他走。没想到大哥毫不犹豫地按照他的要求做了，从此沦为人人耻笑的残废。严北征却没有放他走，因为他说的是考虑放人，而不是一定会放人。而他因为没有成功被救走，反而自私地责怪大哥能力不济，让大哥寒了心。怀瑾，我们快出去见大哥。我大哥是个脑子不转弯的，若他只是来接我回家，倒也无事。说是他听了旁人挑拨，以为你欺负了我，只怕会闹事，到时伤了你与他的名声，我可都是会难受的。你先梳洗，穿戴整齐，我们再出去。摄政王，你虽是大兴战神，但却也不能强。大哥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你比武输给了王爷时辰，可王爷让你跪地认输，却也只是说说而已。毕竟咱大兴王朝谁不晓得，王爷11岁上战场，真枪实战练出来的武功，莫说是大兴没敌手，便是放眼四国，那也是没有敌手的。你能在王爷手上走过20招，已经很厉害了。盛承义能在王爷手上走过20招，1对1打的那种，他可从没见过谁在王爷手上走过10招好吗？就连他那也是5招之内必败的。这王妃还真会给自家兄长脸上贴金。盛承义也愣住了。妹妹，你快起来！大哥，不管是谁让你来的，那人说的不是真的，赶紧起来，晚了我们都得遭殃。盛承义起身。摄政王，舍妹不懂事，叨扰了王爷多日，下官这就带他回家。毕竟舍妹一直住在摄政王府，恐怕会有一些不辨真相的人往偏了想，于王爷于舍妹的名声都不太好。怎么，本王救急复发，寻个人治治伤，也碍了别个人了？叶明，去查都是哪些人在议论本王的事，找到一人杀一人，找到2个剁一双。是。摄政王，王爷，属下方才听见此人议论王爷了，杀无赦。周围人全部都吓得瑟瑟发抖。不乱嚼舌根子了，这辈子都不了。过来，臣请摄政王放舍妹回家。盛承义，你可知本王有一个规矩？臣知道，摄政王不请人靠近，5步之内近身折死。摄政王，若是臣的妹妹哪里得罪了摄政王，可否请摄政王高抬贵手，用臣的命换妹妹的自由？原来竟是个不怕死的。好，本王成全。盛景书怕严北征针对大哥动手，怕极了。这个时候他不能表现出一点对严北征的不信任。别紧张，你是小锦儿的大哥，本王往后还要靠着你护着小锦儿的。走吧，本王今日去盛家拜访，劳烦大哥带个路。盛大人，摄政王临时有要事要去处理，让属下来说一声，请您与王小姐先行回府。不敢耽误摄政王的大事，请叶明将军帮我向摄政王回话。我再次谢过摄政王对家中小妹的照顾，若有机会，我盛承义定会报摄政王大恩。盛大人不必客气，这来日方长，您以后有的是机会报答王爷。您与小姐请慢行。是姐姐回来了，快随我上前请姐姐回府。大哥，他来了。姐姐，你在摄政王府受苦了，摄政王那人，姐姐也别太难受了。咱们侯府要有钱有粮，便是姐姐以后不嫁人了，也是不愁的。姐姐一抬头，却看到了盛承义。大哥，怎么是你啊？我还以为马车里坐着的是姐姐呢。是摄政王不肯放姐姐回家吗？大哥，姐姐的命好苦啊，就这么被摄政王强占了去，她以后可怎么办呀？盛第一，摄政王的事情也是你能随便议论的。我警告你，该说的说，不该说的少在这里胡说八道。这该死的盛承义竟然当众给我脸色看，果然是已经被盛景书那个贱人给蛊惑了。大哥，我不是故意要说姐姐的事情的，我就是担心姐姐，我
大哥，是我说错了话，大哥放心，不管姐姐在外面出了什么事，我都一个字不说了。那大哥，我们进府吧，姐姐回不来，我们进府去商量该怎么办。叔叔，下来。原来姐姐与大哥一起回来了，那真是太好了。盛蝶衣，别摆出这么一副关心我的模样。你是什么样的人，打着怎样的如意算盘，我如今已经知道的清清楚楚的。还有，我不是你的姐姐，我大哥也不是你的大哥，你不过是寄住在盛家的客人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姐姐，不，盛小姐，我知道我出身卑微，自我父母过世之后，若不是得了盛家的收留，我早就饿死街头了。盛家对我的大恩大德，我结草衔环也不足以报答。可是你要相信我，我是真的担心你的。知道你被摄政王毁了清白，不能再嫁给二皇子，我很痛心的。你住嘴！姐姐，我只是关心你，你为什么要推我？啪的一声，你这个逆女，在外边鬼混多日，一回来就欺负你妹妹，我盛家就是这么教你的吗？叔叔，你没事吧？姨父，您别生姐姐的气，刚刚是我自己摔倒的。你别替这个逆女说话，不知羞耻的东西，我恨不得没有她这个女儿。父亲的脸，我不过是被请进摄政王府，帮摄政王治了几日伤痛，怎的就不知羞耻了？我是逆女，那盛蝶衣是什么？是让父亲满意的乖女儿吗？可正是您的乖女儿，瞒着我们所有人与外男暗通取款，如胎暗结，这传遍了全京城的风流韵事，父亲竟是半句也没听见吗？还是您即便听见了，也故意装傻，偏心盛蝶衣？是我的错，可姨父，我真的没有故意想要做那样的事情，我是被他给……什么？蝶衣，你竟然真的有了孩子的父亲是谁？他欺负了你，可说了要娶你啊！说过了的，姨父姨母，你们放心，我孩子的父亲身份贵重，他已经回去与家中父母商议，很快就会到盛家来提亲，娶我过门的。这就好，是我没有照顾好你，你这孩子自小就单纯，想来也是不知道这么做的后果有多严重的。好在那人是个有担当的，既然是要成亲的，这孩子早一点是来，晚一点也是来，你就回府好生养身子吧。至于嫁妆，蝶衣小姐可真厉害，这就把自己嫁出去了，想必是提前给自己准备好了嫁妆的吧。上一世盛蝶衣用的也是这么一招，当他被严北征锁在摄政王府之后，严子夜上门提亲，声称对盛蝶衣仰慕已久，非盛蝶衣不娶，而盛蝶衣呢，却摆出一副绝不抢姐姐姻缘的模样，为表心意，还演了一场撞墙自杀未遂的戏码，说是要终身伺候父亲母亲。父亲母亲大为感动，将盛家大半家产都给了盛蝶衣做嫁妆，父亲亲自送她出门，3位兄长轮流背她上花轿，娘家护着，夫家宠着，10里红妆镀红了京都多少人的眼睛啊！可是这一世，他盛蝶衣休想再从盛家拿出一枚银钱。都说这女儿家的嫁妆是定好了男家就开始准备的，蝶衣小姐准备嫁妆，又准备了孩子，如此万全的准备，奔着二皇子这么有身份的人家去，倒也不算差。可二皇子乃是当今皇后娘娘的嫡子，早在二皇子10岁的时候，皇后娘娘就明白白的说过，入二皇子府中的女子，即便只是做个妾室，也须得是自家清白、身份贵重的嫡女。你9岁就来我家住，因我父亲母亲疼你，这么多年也没少在你楚楚可怜的请求之下，带你去参加京都贵人们举办的宴会，以至于不知情的人都喊你一声盛儿小姐。这若是嫁个寻常人家，盛家也就认了。可你想做皇家儿媳啊，你的身份就必须被皇家人查得清清楚楚。等查出来你是出生克父，3岁克祖父祖母，5岁克母，6岁克全族的天煞孤女，做二皇子妃，你配吗？妹妹，今日见面上面传的消息竟都是真的吗？与那二皇子好上的人果真是盛蝶衣？自然是真的，我再荒唐也不会在家人面前说假话。盛蝶衣自小到大，我有什么好东西都会分你一份，有什么长脸的场合都会带着你一起去，大大小小的事儿都会与你分享。这么多年，我拿你当我的亲妹，自问也没有任何对不住你的地方。可你呢？你一边假惺惺的给我出一些烂招，让我不计后果和名声去追慕二皇子，一边背着我，背着父亲母亲，背着兄长，背着整个盛家去勾引二皇子。我从前总是因你的唆使做了一些荒唐事，好歹我追慕那个人是与我定过亲的，而你呢？你不顾羞耻，为了抢我的男人，不惜宽衣解带，无媒媾和，婚前有孕，如今还装得一副可怜模样，想要继续骗人。父亲母亲从前是女儿不懂事，瞧着二皇子有一副好皮囊，就被他迷了眼，做了一些荒唐可笑的事。如今经了事才知晓，人的心比皮子要来的贵重得多。
不过就是个男人。若蝶衣表妹真想要，我让给他也无妨。便是他身份不够，我盛家就我一个女儿，认了她做蝶二小姐，给她个身份，让她能风光出嫁也无妨。可他骗我们，愚弄我们，还想利用我们往上爬。他这是什么？情难自控，情有可原吗？不。他这是居心叵测，是忘恩负义，是狼心狗肺。不是这样的，我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是二皇子，二皇子是田家贵人，只怪我不敢反抗他。啊，原来是二皇子强逼你。可昨日二皇子冲进摄政王府来找我，还道我不如你温柔似水，乖巧顺从，能随时随地满足他的需求，也不如你心灵手巧，善女工，亲手为他绣了3年的鸳鸯锦帕。盛元将眼眸一沉，不可置信地盯着盛蝶衣。这个孩子啊，所有人都以为他是单纯良善的，却原来是包藏祸心的嘛。为了什么？为了踩着整个盛家攀权富贵，富贵荣华。盛蝶衣，你说叔叔说的这些事情是不是真的？姨父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对不起表姐，对不起姨父姨母，对不起盛家的大恩大德。可是我真的不是故意要破坏表姐与二皇子的感情的，我也没有想要伤害表姐，我只是二皇子那么好的人，我没有办法不对他心动。我和二皇子是两情相悦的。好一句两情相悦，说是连私下媾和、未婚先孕这种龌龊不堪的事情都能说成是两情相悦，那这世间好姑娘好儿郎之间的姻缘又算什么？盛蝶衣，别在我盛家门前哭，你穿的这么素白，哭得这么凄惨，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我盛家有心丧。我父母健在，家中兴荣，容不得你在这里哭丧。该死的盛家人，等着！等我成为了二皇子妃，等我成为了一国皇后，定要将盛家人臭皮八净，挫骨扬灰。姨父姨母3位表兄，请说表姐。事已至此，我知道不管我说什么，你们都不会相信我了。可是对于我来说，你们都是我最亲最亲的家人。如果因为我怀着二皇子血脉的事情让你们不高兴了，那为了求得你们的原谅，我唯有带着这个孩子一起去死。蝶衣，不要！姨母，我真的没脸再见你们了，你就让我和孩子一起去死吧。想死是吗？想死可以，但是麻烦你死远点，莫要死在我盛家门口。盛蝶衣，你既是想母凭子贵，该是清楚皇家血脉不容有失这8个字的意思吧？孩子未出生，你若是撞死在我盛家门口，是想要我盛家承担残害皇嗣的重罪吗？还是你只是想以死来要挟我盛家，让我盛家所有人被你欺骗利用个遍，还要为了保住你肚子里这坨肉，残害皇嗣，罪及3族啊！蝶衣他是要京都盛家的人也死光吗？盛景说，你这个贱丫头，竟敢趁着本皇子不在，当街欺辱蝶衣，避开了颜子夜的掌风，顺势甩出袖中的一根针，踉跄着摔到了孟秋雨的怀中。二皇子，你又要杀我！银针上他抹了一点好东西，够颜子夜喝一壶的。你这贱人，你敢对蝶衣下毒手，死不足惜！盛家所有人脸色都不太好。二皇子这是什么意思？二皇子骂谁呢？二皇子骂人之前还请先查明真相，这么多双眼睛看着呢，我妹妹可没有欺辱什么蝶衣蝶裤的。盛蝶衣因与人私相授受，珠胎暗结，糟践了我盛家的好名声，自觉对不住我盛家这么多年对他的收养照顾之恩，才想要以死谢罪。可没想到他这肚子里怀着的竟然是皇家血脉，我家小妹不过是为了保住这皇室血脉，才劝说他们要做蠢事，怎么到了二皇子的眼里，就变成我家小妹欺辱他了？你们！颜子夜气的脸色都发青。蝶衣肚子里怀着的是本皇子的血脉，若他要半点闪失，本皇子灭你盛家满门！二皇子请慎言，既然二皇子来了，本侯倒是有几句话想问问二皇子。您昔年带着重礼来本侯府中，言明非本侯的女儿盛简书不娶，本侯感念二皇子一片赤诚之心，方才答应让叔叔与二皇子定亲。谁知二皇子竟背着叔叔与我侯府的一个外来孤女暗度陈仓，如今连孩儿都弄出来了，这算是背叛，算是欺骗吧？该给本侯与叔叔一个交代吧。颜子夜愣了一下，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些过了，周围早就围满了人，已经开始小声的议论起来。侯爷，二皇子没有交代也就罢了，却还不分青红皂白的辱骂本侯的女儿，甚至刚刚还试图对本侯的女儿下死手，这是何道理？盛蝶衣虽是我侯府养大的，
可我侯府可没有教他去勾引别人的未婚夫，也不知他肚子里的孩儿是怎么弄出来的。他的孩儿有什么闪失，关我侯府什么事？二皇子却道要灭我侯府满门，这又是何道理？哎呀，二皇子虽是天家贵子，享受天家尊贵的身份，可灭我盛家满门，那是皇帝才有的权利。二皇子纵有登临高位的野心，可没有坐上高位之前，我盛家满门，您怕还是灭不了。听到这些话，盛景书只觉得自己上一世那颗千疮百孔的心又被这温暖填满了。他的家人是这样的好，瞧见他受委屈，宁愿冒着得罪天家贵子的风险，也要帮他讨回来。爹爹，您说这话可就小瞧了二皇子。如今朝堂上，大皇子体弱多病，三皇子边疆未归，四皇子伤了脸面，五皇子无心权力，只剩下二皇子距离那储君之位最近。或许真有那么一日，二皇子登上高位，惠博美人一笑就灭了我盛家满门呢。只不过当今皇上上至壮年，无病无灾，二皇子就这么早就将野心露出来，怕是有些不妥。我大兴王朝最重孝道，便是寻常人家也没有儿子盼着父亲早逝。二皇子这心思，这是好大一顶帽子扣下来。盛景书，你别血口喷人，本皇子绝对没有那种心思。没那种心思？没有想要攀登高位的心思吗？二皇子是什么心思？那是二皇子的事儿，与我盛景书，与我永安侯府，与我盛家满门皆是无关。然二皇子既然到我盛家来，认下了盛蝶衣与盛蝶衣肚子中的血脉，那么有些话我便也当众与二皇子说清楚了。3年前，二皇子亲口说仰慕我，非我不娶，你我定亲。因此，我将二皇子当作未来夫君。但凡是二皇子欢喜的事，我都去做，以至于为了迎合二皇子的喜好，还落了个不太好听的名号，叫什么京都第一追夫浪女。可是3年来，二皇子一直背着我与盛蝶衣暗中往来，恩爱情深，狼心凉薄，见异思迁。我虽难受被欺骗，却也不是拿得起放不下之。但我回府之前，二皇子说的让我做盛蝶衣应妾之事绝无可能。我盛家虽是商贾出身，却也是得皇上御笔亲封赐的爵。我身为盛家嫡女，纵然不为自己名声着想，也要为盛家名声着想，为天家名声着想。二皇子便是逼死我，也绝不会去给一个寄住在我盛家的天煞孤女做什么应妾。什么？让叔叔做盛蝶衣的应妾？我不同意，我绝对不会同意叔叔去给任何人做应妾的。娘亲，您放心，我今生今世不仅不会给任何人做应妾，我也不会再与二皇子有丝毫的关系。二皇子，我盛景书虽不是什么烈女，然也容忍不了你和盛蝶衣如此对我。君休，我便弃。今日我便当众发誓，从此往后，我盛景书与二皇子颜子夜再无任何关系。这一辈子，我盛景书都不会再与二皇子颜子夜有任何男女感情上的纠葛。若为此事，断手断嘴，死无全尸。你盛景书，你当真想好了要与本皇子彻底断了关系？本皇子告诉你，昨个晚上父皇已经拟旨封本皇子为储君了，明日大朝会就会宣布此事。本皇子虽然你以应妾身份入我府中，然只要你能为我生下男孩，就如蝶衣这样，本皇子是可以将你的身份往上抬一抬的。你是侯府嫡女没错，可满京都的人都晓得盛家的爵位不过是用钱捐出来的，你的身份也算不得有多么的尊贵。更何况蝶衣是有才情的，而你诗书不通，胸无点目，也就是本皇子不嫌弃你的出身才给你这样的位置。盛景书，你该知足。二皇子，不管你是二皇子还是别的什么身份，侯府都不会把女儿送到你府中。你喜欢盛蝶衣，你就带着盛蝶衣走，马上走。我们侯府的女儿便是一辈子不出格子，我们侯府也养得起。是，我对二皇子半点心思都没了。而且我们盛家庙小，怕是伺候不好怀着天家金贵血脉的大佛，还请二皇子即刻将自己女人和孩儿接走安置。自此之后，我永安侯府与盛蝶衣再无半分关系。哦，对了，我与二皇子之前定亲，乃是被皇上过问了的。明日大朝会，还请二皇子将解除婚约之事与皇上言明，让你我之间断得干干净净，再好好的将盛蝶衣接入府中，莫要让自己血脉流落在外，沦为了姨父姐姐，你们竟要将我赶出家门！姨母姐姐，是蝶衣错了，是蝶衣自私，是蝶衣贪婪，是蝶衣迷了心窍，不知羞耻的抢了姐姐的男人。可是蝶衣真的没有想要伤害你们的，蝶衣也是有苦衷的呀。是，
自从我到了盛家，盛家的所有人都对我很好，我心里是充满了感激的。可是我的名字到底是没有写在京都盛家的家谱上的，我不算是盛家的人。这么多年了，我看似是盛家的小姐，可我其实连盛家的婆子丫头都不如。那些婆子丫头或是盛家的家生子，或是卖身给了盛家，都算是盛家的人。可我呢，我不过是一朵断了根的浮萍。今儿盛家怜悯我，给我一处容身之地，给我几口饭吃。明日里姨父姨母老了，兄长们媳妇进了门，还会继续待我这么好吗？姨父姨母兄长们姐姐，我就是怕呀，我就是慌呀，所以我才会不择手段的为自己谋求一份好的姻缘。可是我年纪还小，平日里去的也都是姑娘家的宴会，我见不到比二皇子更好的郎君了。二皇子他是大兴王朝最好的郎君，我瞧过了他，哪里还能看得上别的郎君了？我也是情不自禁才。这让一向吃他这套的严子夜更是心疼他。爹爷，你还怀着孩子，地上凉，快起来！你说这些话做什么？哪里是你勾引的本皇子，是本皇子看上的你。你放心，本皇子定然会对你负责的。离了你还有本皇子。他本想说离了永安侯府，忽然又想起自己母后让自己千方百计的靠近盛家人的目的，只能生生将中间几个字儿咽回去。这也让盛蝶夜更清楚自己不能失去盛家的倚仗。姨母，你是我娘的亲姐姐，我自小没了娘，这么多年一直将您当成我的亲娘，您就当是原谅走错路的女儿一回，就原谅女儿这一回。女儿求求你，不要将女儿赶出永安侯府。